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是公司销冠，却被辞退，被迫给领导的小情人让位，还联合人士想将我拉进行业黑名单。我走后，公司问题频发，老客户却直接给我投资5000万，我反手注册了一个新公司。这时候，领导却疯狂找我，求我回去工作，并威胁让我交出手里的客户资源。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去财务那里结清一下这个月的工资。你被辞退了。领导刘成挺着他那个油腻的啤酒肚，用不屑一顾的眼神打量着我。为什么？我有些惊讶，毕竟入职以来，我为了达到年底的绩效考核，尽职尽责，一直在跑订单、拉客户，已经蝉联了3个月的销冠。领导和同事都说很看好我，让我加油干。你的行事风格和我们公司的办事理念不符，这算什么莫名其妙的理由？我有些无法接受。去办离职手续之前，记得把你手里的客户资源和刘雪儿交接一下。刘成七拐八拐，似乎终于说到了重点，开始正眼看了我一眼。毕竟你也不想被拉进行业黑名单，以后混不下去吧？刘成的话带着恶意满满的威胁。又是刘雪儿。刘雪儿是和我同期进公司的，但是她业务能力不行，一度在被裁员的边缘徘徊。不过刘雪儿年轻，长得也不错，她利用这个优势搭上了刘成这个年近50的秃顶油腻男，给人家当了情人。他平时总想着抢我手里的资源，不过一直没能得逞。我的客户只认准我，其他人根本不看。本来我以为刘雪儿抢不到我的客户，收敛安静了几天，没想到他居然联合刘成，在年底绩效考核上给我来了这么一出。我在公司工作差5天，才满6个月，还够不上赔偿标准。刘成算得可真准，他就是故意凑着这个时间，故意恶心我，给你5天时间做好和雪儿交接，不然有你好看的。刘成也不装了，直接言语施压。我去人事结清了这个月的工资，又回工位收拾好了东西。我才刚毕业，在 H 安顿下来，还没什么积蓄，爸妈身体也不好，现在又被裁员了。我是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哟，这不是我们陈大销冠吗？怎么了这是？刘雪儿看到我，明知故问，一脸的幸灾乐祸。我看着这个害得我离职的罪魁祸首，一度快要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上头，上去给他2巴掌。什么眼神啊？这是不会想打我吧？刘雪儿双手抱胸，趾高气昂的模样和刘成如出一辙。别忘了把你手里的客户资源交接给我哦。我攥紧了拳头，气血疯狂地往脑袋上涌，却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我想报复刘雪儿，想把刘成踩在脚底下，想给那些趋炎附势、狗眼看人低的同事一个教训，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甚至因为男女之间先天存在的问题，我都不能在刘雪儿嘲讽我的时候上前给她一个耳光。我收拾好工位上的东西，抱在怀里，在这里待了小半年了，东西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了。你说刘总他离婚了吗？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嘴抽了，冒出这么个问题。离没离婚关你什么事？刘雪儿原本双手抱胸，一脸倨傲的神态瞬间崩裂开来。听着她支支吾吾的语气，看着她慌乱了一瞬间的神色，我也知道自己赌对了，当然也不关我的事。半晌，刘雪儿才此地无银300两地补充道：“她不会真的以为我们公司上上下下都是傻子吧？都被她和刘成蒙在鼓里。”喂，妈，我很好，您放心，您儿子那么聪明，
那肯定是能赚大钱的呀。哎，放假那还没确定下来呢。你也知道，现在公司很看好我。行，妈，我先挂了，您照顾好自己。我强笑着等我妈挂断了视频电话，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出租屋。H 是新一线城市，整个城市处于发展的风口浪尖，处处是机遇，也处处是挑战。这里寸土寸金，比工资涨得更快的是物价。我刚毕业，即便好几个月的门店业绩在全国第一，一直都是销冠，但总是被流程针对，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克扣我的工资。我一个月到手的工资，除去房租、水电和每月给父母打过去的钱，剩下的钱原本够支撑我一天3餐，而现在流程不仅用这种令人作呕的方式辞退了我，甚至还克扣了我一大笔工资。我打开出租屋的门，熟练地给自己泡了桶泡面。爸妈那里一直在打听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虽然他们每次都说不想我，不着急，让我以工作为重，但我还是听出了他们每次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时那种无法掩饰的失落语气。可是我工作了半年了，一点钱没攒下，甚至还丢了工作，我又哪来的脸回家呢？我嘴里嚼着因为没泡开而有些发硬的泡面，不知何时眼泪已经流了满脸。好在这个月的房租我还有钱交，交完后看着卡里仅剩下的358块钱，手指深深地陷进了头发里。当然，即便在这种绝境里，我也没忘了刘成和刘雪儿对我的威胁，也就是说，明天之前我要交出我所有的客户资源，用那些我拼命喝酒磨破嘴皮换来的人脉去讨好刘成和他的小情人刘雪儿。有些时候，我真想毫无顾忌地拿上一把刀，把刘成和刘雪儿砍上个几十下。然而，我有父母，我的理智告诉我，我要用合法的手段。忽然，我又想起了当我问刘成是否离婚时，刘雪儿那副骤然心虚的样子。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赵姐，没想到居然是你。我和面前的女人握了握手，招呼她在对面坐下。没错，刘成的老婆竟然是我的大客户赵云霞。昨天跟公司原来的同事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以为只是同名，没想到竟然这样巧。作为刘成的原配妻子，赵云霞今年40多岁了，不过因为保养得宜，画着精致的妆容，加上良好的修养，看起来顶多30来岁。不过赵云霞可是我手里的大客户，我之所以能获得门店业绩全市第一的成绩，离不开赵云霞对我的照顾。但是自己的老婆是自己公司的大客户这件事，刘成似乎一无所知，这倒是令我有些惊奇。言归正传，我直接将微信群里刘成和刘雪儿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以及我临走前在公司装的针孔摄像头拍下来的刘雪儿和刘成搂搂抱抱的亲密照，打印下来推到了赵云霞面前。后者扫了几眼照片，红唇微勾，似乎并不意外。谢谢你啊，小陈。赵云霞屈起手指，指节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了几下。我早就想和刘成离婚了，只不过他觊觎我娘家的财产和权势，一直不肯松口。这些年他都小心翼翼，不给我留一丝机会。赵云霞语气不急不缓地说完，才低头喝了一口茶。不过你怎么会想到来找我？只是单纯看不过去，想来帮我。赵云霞隔着茶水升腾起的袅袅热气打量我，一针见血地问道。我只得将最近发生的事，刘成和刘雪儿对我的威胁，
以及我现在的处境说了一遍，让你进入黑名单。赵云霞不屑地嗤笑了声，真以为他一个农村凤凰男能只手遮天了？这样吧，我先帮你施压，让他们暂时无暇针对你。不过，赵云霞轻轻抬了下眸子，话锋一转，我帮你也不是白帮的，作为回报，你得帮我找出更有力的、实质性的，能够证明刘成婚内出轨的证据。行，谢谢赵姐。虽然这个条件我有些难办到，但也不是不可能。好在也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我爽快地答应了。我没想到赵云霞所说的帮我暂时分散刘成和刘雪儿的注意力，会是这么简单粗暴。他直接找人把刘成给打了一顿，那个惨样，直接把刘成揍进了医院。估计一时半会儿刘成都不会想起来我是哪位了。我趁这个时间先找了份兼职，毕竟我快吃不上饭了。现在这个时候，中小学快期末考试了，很多家长想要让孩子临时抱佛脚，来个临时突击。就期末这几天时间，补课费给的也不是一般的高，但要求也不低就是了。我刚从 HR 毕业，给中小学生补课还是完全能够胜任的。而且大是985，是 H 排名第1的院校，这也增加了我在一众应聘家教老师中的竞争力。暂时解决了现实问题后，我开始关注起赵云霞交给我的任务。因为中小学生一般只有晚上有空补课，我白天的时间也就相对空闲了下来。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我开始想办法。起初我盯了好几天的监控回放，不得不说，刘成这人到底是个人精，根本不会给人留下把柄。盯了几更音号免费进在微信公众号胡酒吧是夏天，他和刘雪儿也只有搂搂抱抱的画面，而且还是看似不小心碰到了一起。难怪像赵云霞这般有钱有势，肯定已经找人跟踪过刘成了，但还是一无所获。那我该从哪里入手呢？刘雪儿那张小人得志的脸忽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看来只有逼急了刘雪儿，让她狗急跳墙，才能够把刘成拉下马了。雪儿啊，听说你当上老板娘了。雪儿，我是你三伯娘，你堂哥要造新房子，你看看。雪儿，出息了，可不能忘了我们呐。刘雪儿出身贫困山村，好不容易才考出来，脱离了泥潭，但是她为了自身利益，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我的利益的行为，让我只能猛戳她的痛处了。这些穷亲戚就是刘雪儿最大的痛处，是她一辈子也洗不掉的污点。我向赵云霞借了钱，请了刘雪儿2个外出打工的同乡，回去一宣扬这件事，刘雪儿的这些亲戚就坐不住了，又考虑到刘雪儿会躲着他们，干脆直接买了票跑过来堵人。这架势是非要从刘雪儿身上扒下一块皮，扯下一块肉了。刘雪儿还没下班，就听到了公司楼下这非同寻常的动静，同事们也被吵得受不了了，纷纷催促着刘雪儿下楼解决。然而刘雪儿怎么敢呢？她现在下去，不是相当于送上门去的吗？这边同事们见久久劝不动刘雪儿下楼，已经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推推搡搡的把刘雪儿推了下来。那边住了几天院的刘成竟然出院了，双方竟然就这样巧合的遇上了。刘总，刘雪儿泪眼朦胧，楚楚可怜地看着刘成，原本用来求上位的梯子，现在竟然成了唯一的依靠。刘雪儿想要扑进刘成怀里寻求安慰，却被后者推开了。刘成进公司这一路来，边走边听，也算是了解了事情的大概，但他显然并不想牵扯其中。
他和刘雪儿在一起只是为了爽，偶尔开心了可以哄一哄这个小情人，不开心随时把他换了。在他心里，刘雪儿只是个消遣的玩意儿。这是公司，你们要找刘雪儿，麻烦出去聊。眼见保安拦不住他们，刘成直接摆摆手，想要把刘雪儿推出去。哎，不对，你不就是我们雪儿的对象吗？自称是刘雪儿三伯娘的中年女人眯了眯眼睛，忽然大声道。刘成被噎了一下，谁说的？我和刘雪儿是清清白白的上下级关系。刘成清了清嗓子，迅速撇清关系。刘总。刘雪儿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刘成，不敢相信面前这个男人竟是这般翻脸不认人。亲戚们还在吵闹，刘雪儿却像个鹌鹑一样晋升了。最后还是有同事受不了吵闹声，打电话报了警，才结束了这场闹剧。刘成私底下给了刘雪儿的亲戚们每个人一笔钱，才把这事接了过去。但这事在刘雪儿心里是接不过去的，她怕哪一天又被刘成推出去，她必须要抓牢刘成。我看着手机监控画面里一脸若有所思的刘雪儿，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时间距离我离职已经过去2个月了，赵云霞却一直没有来催我，仿佛已经忘了这件事。但我知道她只是很有耐心。终于在看到监控画面里的刘雪儿开始食欲不振，经常干呕，被刘成怀疑时却又淡淡接过的时候，我知道鱼儿已经上钩了，可以准备收网了。于是我赶紧告诉赵云霞起诉离婚。至于证据吗？刘雪儿肚子里的那个不就是都开始出现孕反了，胎儿在孕期5周可以做亲子鉴定，现在早过5周了吧？赵云霞的离婚官司打得很漂亮，刘成作为过错方，这回也算是大出血了。原本刘成将这一切都怪在了刘雪儿的头上，因为刘雪儿她算计不到赵家的家产，反而分出去一大半。但刘雪儿怀孕了呀，刘成和赵云霞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儿子，所以刘成对刘雪儿肚子里的胎儿可谓是相当看重，也因此刘成不仅不敢迁怒刘雪儿，反而将她供了起来。一来二去，刘雪儿竟然哄得刘成跟她结了婚。我还没退出的工作群里，同事们都在讨论这件事。刘成竟然要求所有人都要参加，并且每个人都要随不少于2000的红包。当然这都是后话。说回我自己，完满完成了赵云霞交给我的任务后，原本我是打算一天兼职几份工作，好歹多赚点钱回家过年。我父母身体也不好，这人呐，解决别人的事的时候从容不迫，但一到自己身上才会发现生活其实一地鸡毛。但我没想到赵云霞直接给我投资了5000万，你拿着这个钱干什么都行，开公司或者炒股或者其他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是5年之内你要把这个钱翻倍给我。我很看好你的工作能力，那要是我把钱都赔了怎么办？我一个普通人一下子拿到这么一大笔钱，内心多少有些不安。没事，反正是刘成那孙子赔给我的钱。说到这儿，赵云霞罕见地露出真心实意的笑容。我把家教的兼职介绍给了之前 H 大的学妹，自己开始着手公司的建设。有了这5000万，我瞬间不再需要为生活的琐碎小事烦忧。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先招募一批得力干将，以及忙着注册公司。以前刘成的公司是自己研发销售奢侈品的，5年内我想做出一个奢侈品牌其实很难。一个产品从研发到成熟，再到不断完善，最后呈现在大众面前，需要经历的时间
远远不止5年。我又窝在出租屋，几天不出门之后，有了主意。既然我做不了奢侈品，那我就用奢侈品去对标便宜好用的老国货品牌。这些年，海外代购、电商平台等的兴起，导致很大一部分不懂得利用网络优势的国货品牌就这样停产了。而我只需要去和这些国货品牌沟通接洽，和他们谈下合作，最好是能够收购，后续再根据市场受众需求以及产品自身特点进行包装和宣传就行了。说干就干，我立马联系了大学时候一个宿舍的好兄弟，以及当年能力比较出众的一些同学，然后盘下了市中心广盛大厦的顶楼作为办公区。我们几个一起碰头之后，就罗列了从小到大家里亲戚自己用过的一些好用的，但现在几乎见不到了的国货产品。李畅，也就是我们宿舍当年的大哥，又带着几个兄弟一起搜集整理了近年来突然爆火的国货品牌，他们采取的一些策略。很快1个下午过去了，最后由当年和我在一个社团认识的陆海整理汇总成了一个简洁明了的表格。根据这个表格，我们兵分几路，首先去找那些现在濒临停产关门的老国货品牌，这些大都开在街角或者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凝聚了一家几代人的心血，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无人问津，最后宣告停产。于是我们几乎没有用大力，就和人家签下了合作。接下来我就开始跑公司的注册，而商标设计、注册、办公室的装修布置等等一系列事项，大家也都选着自己擅长的领域，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了。就这样，短短1个月，我们的一天有限公司也算有了个雏形。转眼年关将至，我和这帮兄弟们赶在回家前请人来一起为雪花膏、老国货、化妆品这些设计了包装，又约好过年在家想办法给国货产品想宣传方式。等到年后碰头了，我们再真正的大显身手。小天，你买的这个护肤品是啥牌子啊？好好闻。我大姨在手上试着我带给她的雪菲牌保湿乳，这个咋像咱小时候用过的？是啊，妈，这个粉底好容易推开，比我上次在专柜买的某家的大牌还好用。一天哥，你这是什么牌子的呀？快给我推荐一下。就这样，我只是给家里的女性亲朋每人送了一套化妆品，甚至都不用多开口介绍，家里的女性无论年纪大小，都成了雪菲的粉丝。这就是老国货品牌的魅力。有时候国货只是缺少了宣传和合适的包装。陈一天，这都多久了？你手里的客户呢？是真以为我不敢把你拉进行业黑名单吗？刘成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这都年后开工了，刘成和刘雪儿不会才应付完刘雪儿的那些亲戚，想起我来吧。这段时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忙于将国货品牌进行合适的包装，然后通过活动、直播、投放广告等形式打入消费者的视线。也正因此，我忙得整个人跟陀螺一样，根本想不起来刘成这号人了。不好意思，您哪位？我回家种地了，信号不好，先挂了。我懒得和刘成打太极，直接挂断了电话。刘成似乎也没想到我敢这么不给他面子，电话又飙进来好几个，我一律不接，笑死，都几个月过去了，劳动关系早就解除了，他竟然还想着威胁我。不过最近听说刘成和刘雪儿过得不好，两人都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主，但是刘成1半多的财产被判给了赵云霞，而且因为婚内出轨的事，
刘成所在的公司声誉也受到了小小的影响，领导对刘成也都有不满，加上刘雪儿以为自己怀孕了就能母凭子贵，成天使唤刘成做这做那。刚开始刘成还乐意，时间一长，刘成直接对刘雪儿动辄打骂家暴。哟，这不是萧冠吗？怎么离开了我们刘总，直接就在这打杂了？用不用我们接济一下你啊？哈哈哈！这天我抱着一大包图纸，亲自去工厂沟通想要设计出来的效果。结果去的时候一帆风顺，回来的时候竟然倒霉地碰上了刘成和刘雪儿。刘雪儿挺着孕肚，背着歪家的奢侈品小包，一脸甜蜜地挽着刘成的胳膊，嘴里说出来的话却是尖酸刻薄极了。我看着自己今天的打扮，一身灰色休闲服，配上黑色鸭舌帽，加上怀里的一大堆图纸，我想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知道为什么刘雪儿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气，明明我已经离职了，对她也构不成威胁了。当然这也不能说是怨气，只是她以前在公司时一直低我一头，现在以为和刘成在一起了就能将我踩在脚下。是啊，我还在打杂呢，不像你已经小三转正了，恭喜啊，刘夫人。我笑着看她，特意将重音放在了某几个字上。刘雪儿的脸色一瞬间变得铁青，小三2个字是她最大的痛处。刘成和赵云霞离婚后，刘雪儿被永远地钉在了小三的耻辱柱上。虽然当着刘成和刘雪儿的面没人敢说，但背后总有人嘲笑刘雪儿。刘雪儿正想冲上来打我，但她因为怀孕行动迟缓了很多，我直接闪身躲了过去。正好陆海开车来接我回公司。陈总，这里。陆海朝我招手，我还没有动作呢。刘雪儿和刘成先笑弯了腰，哈哈哈哈。陈总，哈哈哈哈哈。现在什么人都能当总了吗？这门槛已经这么低了吗？陈一天都沦落到打杂了，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哈哈哈哈哈。我无所谓的笑笑，并不在意。来日方长，拭目以待就好了喽。很快我们公司合作的老国货品牌都复活了过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支持国货，而我们公司也成功上市。我把股份分给了跟着我的那些兄弟们，是他们陪着我从无到有，成就了现在的一天集团。而大家因为有了股份之后，也越来越有干劲了。就这样良性循环之下，我们的一天集团竟然超过了好多老牌的企业，其中就有刘成所在的云畅有限公司。刘成这些年在云畅的势力很大，可谓只手遮天。而自从他和刘雪儿结婚后，公司一大半人成了皇亲国戚，都是刘雪儿家的穷亲戚。云畅直接被刘雪儿一家搅得乌烟瘴气，一般的员工在里面都待不下去了。当初只有刘雪儿一个关系户的时候，大家都捧着刘雪儿，为了刘雪儿来针对我。而现在当公司大半的员工都变成了关系户，那些不是关系户的员工反而遭到了排挤，在云畅待不下去了。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初在云畅工作的很多员工竟然都想进我们一天。不过也不奇怪，3年下来，我们一天集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从籍籍无名到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一天。我们的产品也从女性化妆品渗透到了其他领域，积极与国货品牌合作，焕发出国货新的生命力。一天集团不止一次上过《财经周刊》、《人民日报》以及各种地方台、央视的新闻，而我因为比较低调，倒是很少有人知道，一天集团的董事长就是我，陈一天。那些想要进一天的我的原同事，
没再当面贬低我，背后嚼我舌根的，我会是他个人的才能，综合考量是否留下。而那些明显说过我坏话的，我是一个不留。毕竟从我自身来看，我不是一个大度的人，我很记仇，骂过我的人，我自然不能以德报怨。从公司利益来看，这些上班时间不专心工作，反而趋炎附势、讲小话的，自然也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我没想到的是，这里面还有个老熟人，当年和刘成一起给我拉进了行业黑名单的那个人是林慧茹。那天我刚好心血来潮，亲自充当面试官，考核面试者。林慧茹敲门而入，和我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在她眼神里看到了惊讶、不可思议、妒忌、担忧等等很多种错综复杂的情绪。没想到3年之后，同样的场景，只是身份对调之后，林慧茹一个年近40的职场老人竟然结巴了。我好整以暇地看着她。林慧茹女士，面试的是人事部。是的，你当人事，该不会随随便便给人家拉进行业黑名单吧？这种人我可不收。我嘴角恶劣的笑容逐渐放大，印在林慧茹因惊慌而睁圆的瞳孔里。放轻松，我只是开个玩笑。毕竟我笑着蹲下，喝了2口茶，将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毕竟我和林女士可是老相识了。林女士什么样的为人，我能不知道？说这话时，我还笑着看了看左右的面试官。在我的特殊照顾之下，林慧茹一路开绿灯，顺利进了1天。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想到，看到我的那一刻，她估计就已经死心了。而现在，她把我当成了不计前嫌的再生父母。我看着林慧茹在公司安分了几天，没多久又开始作妖了。这一次，她竟然以为自己就是个关系户了，背后靠着的是我这个董事长。我放任了她几天，但背地里让人看着她。她欺负了公司的员工，我也叫人及时的去安慰。在林慧茹正是洋洋得意的时候，我把她开了，并且拉进了行业黑名单，上面清清楚楚地罗列了几个月来林慧茹在我们一天集团如何的滥用职权、欺侮同事、假公济私。看着林慧茹不可置信的恨不得冲上来撕了我，但又不敢的样子，我最终还是没憋住笑了。当然，相较而言，林慧茹只是个小角色，我对付她也只是为了出当年在云畅受的气。我真正想报复的还是刘成和刘雪儿。我现在依旧不敢想象，当时我被辞退、被威胁，却什么也不能做时候的无能为力。幸好我遇到了赵云霞、赵姐，幸好我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很快，我也等来了一个机会。云畅这些年被塞了这么多关系户，又裁了我这个销售业绩稳居第1，拉第2名一大截的销冠，这些年依旧是一落千丈，摇摇欲坠了。现在云畅的董事长居然有意来和我们一天合作，想让一天利用直播间帮云畅销售积压的产品。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说让云畅的董事长找刘成来和我谈。云畅董事长以为事情有了希望，立刻殷勤地说，马上去通知刘成来见我。当刘成带着已经成为他秘书的刘雪儿踏进一天的时候，我开始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漂亮的仗。刘成和刘雪儿让前台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监控里看着他们，依旧是那副不可一世的语气。刘成这次肯定自以为是云畅的救世主了，认为我一天只认准了他，不自量力。果然，前台小姐说是没有预约，要耐心等着，就把刘成和刘雪儿晾在了一边。
刘成脸都气歪了。然而这里是一天，不是云畅，刘成只能忍而不发，疯狂掐着刘雪儿的手，让刘成等了4-5个小时，我才松口，让前台放他们上来。刘成也不敢怠慢，拉着刘雪儿想坐总裁专用电梯。不好意思，这架电梯只有总裁才能乘坐。我的秘书直接拦住了他们。你什么意思？我们可是你们总裁的贵宾。刘雪儿还是那副蠢样子，还是刘成在一旁拉住了他。到底是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的人，还算有些分寸。两人直接上了5楼，我的方秘书下去接他们2个了。我闲着没事，就自己去煮了壶咖啡，端着去办公室的时候，竟然迎面撞上了刘雪儿和刘成。不错呀，陈一天，这么些年，总算变成了高级打杂的。你放心，等我们见了董事长，一定让他好好关照你。方秘书还没说话，刘雪儿一见到我，居然就先开口了。不过他一口一个董事长，好像和我很熟一样。听你这话，和董事长关系不一般啊。那你说说，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姓什么？我嘴角微勾，这个蠢货一天一天的叫着我叫陈一天，他居然想不到二者有什么联系。你，反正我们是你们董事长的贵客，我告诉你，你完了。刘雪儿双手抱胸，开始放狠话。董事长，方秘书这时才插上了话，他慌忙推开刘雪儿，走到我跟前。刘总，这就是我们董事长陈一天。方秘书的话成功让2人原地石化了，他们原本就不多的脑细胞估计早死光了，一时大脑都转不过弯来。你是一天集团的董事长？骗人的吧？你哪里找的演员陪你演戏？刘雪儿惊呼出声，颜面尽失。哎呀，小陈，哦不，陈哥，陈总，3年前我就看出来你有能力了，没想到这么厉害，短短几年就把公司做成了 H 前5。还是刘成最先反应过来，他立马给我表演了个川剧变脸，整张脸由原本的高高在上、不屑一顾，到绽放出菊花一般的笑容。笑，陈总啊，你说我们怎么说也是旧相识，现在还有合作，这可真是锦上添花呀。我没想到刘成脸皮这么厚，不仅敢提合作，还敢说和我是旧识，要我跟云畅合作。可以呀，当年我在云畅所受的屈辱，今天要始作俑者100倍奉还。我将咖啡壶交到方秘书手里，站到刘成和刘雪儿面前。我比他们高了将近20厘米，所以低着头玩味地睥睨他们。就是你这个贱人，挑拨我和陈总的关系，我今天就打死你！刘成立马转头瞪着身边的刘雪儿，啪地给了他一耳光。听那声音，是一点没收着力。果然，刘雪儿的脸颊高高的肿了起来。陈总，都是这个贱人挑拨的。你看，合作的事。刘成收回手，又一脸殷勤地看着我。我也没说始作俑者是谁呀。小刘，你怎么这么草率？我笑得恶劣。刘雪儿一听，似乎是看到了转机，她含糊着声音，大声叫道：都是刘成的错。这个老秃瓢说你在云畅待着，不出2年就会威胁到他的位置，这才针对你的，给我出头。就是他说的好听，你可闭嘴吧你！还不是你嫉妒陈总的销售能力，让我想办法给你出口气。刘雪儿话还没说完就被刘成打断了，然而重点全被我听到了。刘成这个老东西，以前以为是被美色迷了眼，现在看来还是利益至上啊。他们越吵越激烈，互相揭对方的短，最后竟然大打出手。我叫方秘书打电话叫保安来把2人扔出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后来的事，我也都是听以前的同事
还有云畅的老总为了挽回合作和我说的。原来云畅为了挽回和一天的合作，直接把刘成和刘雪儿从云畅开除了，甚至周总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当年的行业黑名单事件，直接让人将刘成和刘雪儿也拉进了行业黑名单。刘成和刘雪儿平时仗着权力大，在云畅为非作歹，刚被开除，还没踏出公司的大门，就被云畅的员工泼了一身的奶茶、咖啡、麻辣烫。听说后来刘成因为人到中年，失去了工作，家里一大半的财产又被前妻赵云霞分走了，所以开始烂赌、酗酒。而原本因为给刘成生了个儿子而免于家暴命运的刘雪儿，又再次被刘成家暴。后来忍无可忍的刘雪儿直接偷了刘成剩下的财产，丢下儿子，想要逃跑，但正好被刘成抓了个正着，直接打成了半身不遂。听到动静的邻居报了警，刘成直接进去吃了免费的牢饭。再后来的事我也不清楚了，我也不想了解了，但这一切只能说是刘雪儿和刘成多行不义，最后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造成了现在的雪崩。而我这边虽然云畅一直想要和我谈合作，但我总是借故拒绝。最后在云畅破产的时候，我收购了这家公司。其实云畅的产品质量和口碑一直不错，但是周总识人不清，又不善管理，最后毁在了刘成和刘雪儿这样的人手里。一个关系户横行霸道的公司，我当然不敢和他合作，所以我只能等着最后出面收购。我父母那里这些年因为我挣了钱，他们享受了最好的医疗和照顾，身体也是越养越好了。而我当时和赵云霞约定的5年之后翻倍返还的约定，早在第2年末我就挣足了1个亿，还给了赵云霞。不过我这边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父母开始关心起了我的情感问题。我一直推说感情要顺其自然，赵云霞热心地说要给我介绍她的女儿之时，我也是想着报她的知遇之恩，去见上一面。然而真正看到赵云霞女儿的时候，我想我确实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番外，刘雪儿，我喜欢过陈一天，她的身高、长相还有能力都很优越，简直是我的理想型。只是每月的销售绩效大会，陈一天总是受表扬的那个，而我总是被批评的那个。为什么？明明我这么努力地走出大山，脱离原生家庭，一步一步爬过来，现在还是轻而易举地被踩在了脚底下。我不甘心，那点微不足道的好感被我亲自湮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嫉妒、怨恨。我拼命想往上爬，然而客户总是不买我的账，而陈一天只需要3言2语就能让客户们笑着签下合同。这时我注意到了刘成看向我的色眯眯的眼神，虽然很恶心，但这是我的机会，我抓住了。现在公司没人敢看不起我。很快我感觉到了刘成对陈一天的忌惮，顺势我哄着刘成开除陈一天，将他手里的客户资源都给了我。可是关键时刻，我的那些亲戚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偌大的 H， 我竟然只是孤身一人面对他们从地狱伸出来的恶爪。没想到刘成直接矢口否认了和我的关系。不行，他是我能抓住的最好的机会。于是我事后不再吃药，顺利怀了刘成的孩子。刘成和他老婆离婚了，这倒是意外收获。看来我刘雪儿终于能过上好日子了。只是后来我被刘成家暴了，不过没关系，小时候我爸妈打得比这可痛多了。后来我给刘成生了个儿子，
刘成高兴的好像家里的皇位终于有人继承了。这些年倒是很少听到陈一天的消息了。现在想想，当时我对陈一天的那点心动简直可笑。后来周总安排刘成去一天谈合作，那可是一天啊，近年崛起的新秀。我特意打扮了一番，陪着刘成出席，没想到竟然被前台拦住了。大公司的前台也这么没有眼力见吗？等了好久，董事长秘书终于来接我们了。出人意料，我竟然在一天看见了陈一天。看来他离开云畅后混得也不错，凭什么我身处泥潭，陈一天却混得这么好？我忍不住又开口嘲讽了他。没想到陈一天居然是一天的董事长，3年时间他是怎么做到的？纵使我千般不信，可是事实如此。最后我和刘成在一天大打出手，合作没谈下来。没想到当年想用在陈一天身上的招数，被周总用在了我和刘成身上。刘成现在没钱没势，还是个油腻的中年秃顶男。我实在忍受不了他的酗酒家暴，偷了钱想走。现在我被刘成打得半身不遂，瘫在床上了，身心的双重折磨让我生不如死。恍惚间想起当年面试进云畅的时候，陈一天笑着让我加油，当时的一眼心动。为什么后来我会处处针对他呢？大概我是觉得他太美好了，而我深陷泥潭，想要毁了他吧。这几年的事，我是真的做错了吗？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